我爸爸其实是香港人，但是他因为那个时候打仗嘛，所以他才从香港来了澳门，然后在澳门就发迹了。但是他不是澳门人，我妈是澳门人，所以我妈基本上所有的亲戚都在澳门。F3的赛车，很多年了办了，你看这么晒，你也看不太懂，而且人又多，就一下就过了。就从小有一个记忆，就是不喜欢。但好像说喜欢看赛车的人都是因为听到声音，踩油门的声音。我感觉豆豆可能会很想要来这边看。被外界称为最美千金，实际上是个拼二代。我们现在去试餐。除了来往于港澳之间，楚港很像，但它不是一个大城市，占地面积只有香港的1/33。葡京是何超莲在澳门的家，他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记忆都在这儿。不過你食過，我食過。每次回來，何超蓮都在這裡家庭聚餐。今天他和阿姨、表姐約好了一起吃飯。哦，我認得喎，以前都係呢個樣噶嘛，係嘛？以前個最早期嗰個 logo 嚟嘅，基咗緊係個 logo。我們剛點了一個摩羅雞飯，唔係葡國雞飯，葡國雞葡國雞飯哦，摩羅雞飯係茶餐廳嗰啲嚟嘅。摩羅雞飯我阿媽拿手好戲。係咩？唔咩係番茄蛋咩？你阿媽？摩羅雞飯你冇食過？我未食過喎。你成日都煮嘅，係咯你老豆中意食啊嘛。係啊，哦你係咪好驚你阿媽嘅細個其實？梗係啦，超驚啊！唔該，而家唔驚唔驚？而家唔驚。佢哋咧咁多個嚟講啊，最惡佢哋感覺最惡就係你阿佢係啦，簡直當之無愧啊！媽，係最係最這麼多個兄弟姐姐妹，最兇就是我媽了，贊同。她就是你不能做錯事情，就是我媽教小孩的方式。其實我現在想起來是好的，但是小時候就覺得她很恐怖。阿媽成日打喎，大佬點啊？我啊打得少啊，你以為真係？你成日搞你老豆，我記得整蠱你老豆。整蠱佢。阿老豆細個同我哋講話去讀書，又係唔讀噶嘛，咁啊請個補習老師翻屋企，咁補習老師咧就教佢教到瞓着咗，咁咧佢就搣啲紙仔逐粒掟入個口度，咁嗰次咧老豆我坐喺架車度，佢又瞓着咗，佢個口又擘大咗，我咪開始掟啲紙仔落佢個口度，跟住佢醒咗，我俾我媽頂，跟住老豆話咁冇辦法，我講俾佢聽。其實你由細到大冇變過嘅性格，我覺得係啊，係嘛？都比較執着咯。執着就係咩嘅話做嗰樣嘢啊，死都要做到。咁咪似老豆啦，老豆都係咁。係，我都覺得你似老豆多嘅。係嘛？你細個咧諗住大個做咩㗎？細個護士，我曾經有2個志願嘅。因為你阿媽做護士。係啦，嗰陣時好仰慕啊嘛，雖然佢成日話我喺度整鬼佢。一個係護士，一個係家庭主婦。你話呢啲夢想家庭主婦你知係你喎。我真係細個想做家庭主婦。因為似你阿媽。係啦，細個真係梗係覺得阿媽做嘅嘢最好啊嘛。你記唔記得你細個好中意講笑㗎？哦，跟住問你哋好唔好笑？係啦，你老豆你阿媽跟住笑㗎喎。親情是何超蓮人生裡最珍貴的寶物，他記得和父母的點點滴滴，這也是平日謙遜的他難得看到的驕傲面孔。最能感受老澳門的是陳顯耀工作室半徑500米以內的地方。這裡聚集了澳門最多的世界遺產。街坊茶樓、神香佛器老店仍然維持自身步調，保留着傳統的商業生態。今日冇嘢做啊？佢話呢個係你喎，你睇下你自己認唔得？喺咩時影㗎17年前。唔清楚。你有冇搞錯啊你啊？係咪你嚟啊？對下先啦，嘿！老城區的每家店，陳顯耀都拍過無數次，老街坊都習慣了這位光頭靚男和他的相機登門拜訪。今日唔啱派返，唔好意思啊。我順便帶人嚟影啲鏡頭啊。唔該晒。我們這一區很多店很有澳門特色的。澳門好像這類的店呢，可能沒有多少間啦。嗰個舊相喺咪度啊？冇得張㗎，得張你影嗰張㗎。其他呢啲咧？咪係水浸啊，都時浸。這張照片就是當年我在這裡拍的。這個店是很有名的，做的粽子。
有咩嘢啦嘛？有咩特別嘢？冇咩特別嘢。嚇？冇咩特別嘢。喂，小心啊！今晚喎。係啊。喂，都唔知你啊。唉，風啊真係犀利，打人一個人。受地理位置影響，澳門經常有颱風。喂，天鴿係幾時啊？幾月㗎？2017年8月23號。哇，冇記性。好，黑格比2008年，其實係9月23號嘛。咁啊，山竹咧？山竹係2018年8月17號。哇，犀利！佢係我個顧問嚟嘅，攝影師啊，跟住我話我山天鴿咧，佢全家幫我影到我咁厲害啊！我驚天鴿嗰時浸死佢啊，所以同佢影一張。如果啲鑊浸死咗啊，啲遺照嚟㗎啦。遺照啦。啊，這個店大概到這裡吧。咁高啊！我度浸咁高，這裡。當時的店鋪。這裡到這裡。我在2017年的時候，澳門最大的一次水災，我在街上。因10號風球而生的陰影，至今沒有遠離澳門人。他們玩笑裡的人情味兒，沖淡了這段記憶帶來的傷痛。淹死了他，可能是他的遺照了。呢件嘢邊度做㗎？平價嘢嚟嘅。嚇？有得張㗎？我哋帶啲朋友去第二度影下，冇嘢影喺度得㗎嘛，大佬啊！你間嘢唔夠批格唔影你嘅。唔夠批格呢真係我知道我哋食嘢。睇我好朋友。好，走，好，唔該曬喂。現在的澳門人普遍有了天鴿後遺症，一旦掛起8號風球，不用提前打電話就默認所有約會取消。達哥也不例外。今天聽這個 Takanaka。打雷的聲音開始，打雷了，再搖滾的音樂也不能讓達哥擺脫對颱風的恐懼。哇！我真係好怕颱風，因為細個嘅時候我真係一打親風我驚。我細個住啲鐵皮屋，咁我哋又會點樣會水浸啦。跟住之後我就話，以後咧我選擇我住嘅地方咧有2個條件，一個條件一定喺斜坡度，第2個地方咧。賽車嗰個跑道旁邊嘅，咁啊1樓。這就是您說的賽道。對啊，從這裡上來的。這個葡京灣。達哥是第一代玩車的澳門人，小時候買不起大賽車比賽的票，只能爬到樹上看。長大後買房子的首要條件就是能在家裡看賽車。最快了，摩托車是，很快。我係一個電台嘅 DJ 啦 ，Shop 我係一個平面設計師啦 ，Shop 我亦都係一個服裝設計師啦 ，Shop 我又係一個老師啦。咁我自己又係即係做樂隊裏邊嘅一個成員啦，又係一個愛好者咁車愛好者，藝術愛好者啦。我都喜歡放啲台車在家裡，啲台車是可以開的。細個就已經好中意車嘅嘢㗎啦，好中意睇賽車，所以喺呢度就呢間屋就係可以成日都可以睇賽車，每一年都可以喺度睇賽車。咁我有一個朋友咧，佢就知道我中意啲咩咧，即係我嗰個做消防員嘅朋友阿強。我同阿強我認識30年啦，佢對澳門嘅車真係好熟嘅，然後為咗睇車就扣留咗啦，我應該要快啲去攞翻佢。呢架車我好中意嘅，但係我已經2年冇見過佢啦。而家佢已經放喺一個戶外嘅地方，受住颱風，受住我唔知會唔會有水浸。這個事情很複雜。一次交通事故讓達哥2年沒見到愛車。我也害怕。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，可老朋友遭的罪，在他心裡不知道預演了多少次。所以而家我架車應該要點樣去搞翻出嚟咧？我就要揾呢個阿強去同我諗一諗佢啦。還沒到取車的日子，達哥已經迫不及待想去看看。這是我爸爸。見到老爸也只是草草打了個招呼。出發啦！老城路窄是出了名的，車比車位多的極端條件，更是讓人人都成了車神。今年搞唔搞賽車未知喎，你叫我嚟睇度跑道。哇！你知唔知今次？喂，早幾日我睇 James Bond 喎。達哥的愛車體質吸引了超級懂車的阿強，2個陌生人騎摩托車在街上偶遇，就像開着雷達一樣相互吸引，聊車聊成了幾10年的朋友。泥黃色嘅呢啲啊！哦，呢啲啊！呢啲啊！哇！
真係要睇睇啊！哇，真係想睇呢架車喎！你20零歲揸就唔好睇嘅。哦，咁梗係啦。有啲嘢要配合嗰個年紀嘅。大赛车的赛道就在城市里。阿强以前是车手，今天开车的路80%他都飙过，一不小心就漂移了，吓得摄影师机器差點掉了。慢一點，稍微慢一點，稍微慢一點。嗱，呢度佢個車，好似直睇，藍色那一台，白色頂嘅，白色頂嘅，藍色那一台。開心。唔係好大鑊啫喎。冇嘢啊，個車冇嘢。哇，幾多經典車？有啲車梗係表面消失咗，仲喺度見到。喂，有啲舊嘢喎。係啊，16941呢個我啊。嚇？我買俾個 friend 16941啊。M7890啊，見唔見啊？M7890。電單車啊！哇 ，M7890咁靚嗰牌。學車嗰時咧考牌車嚟嘅，即係咁嘢。哇，嗰個藍色㗎，你啊，4450。大概小時候看到心愛的玩具就是這個表情吧。我16941咪呢啲咯。喂，1726，喂，好多好嘢喎。M7024啊，9786。786。幾多過氣名車嘅啫。誒，狀態不是很差，挺好，我覺得都 OK。就一半放下咗心頭大石一半，因為未睇裏邊，外邊就望埋去外邊都應該 OK。但係裏邊嘅車嘅裏邊係點樣咧，就要暫時未知。個車牌係邊個嘅？架車係屬於邊個嘅？車主係邊個？阿強就最清楚啦呢啲。全澳門。車是他們城市記憶的載體。今天這一趟，好像又回到了風馳電掣的少年時代。Amber 幾年前在內地闖蕩，做過保險、電商模特，為了參加澳門小姐比賽才回來。回歸後，澳門小姐10年才辦一次。Amber 當年報名很積極，因為這是她人生中唯一的參加機會。戴口罩出門了。工作都會背一個很大的，比我的人這麼大。就背着那麼大的包一直到處去啊，就是全部都是裝拍照的衣服或者相機或者是鞋子什麼的。因為我們都離學校很近，反而你住的跟學校越近，你就會越晚出門，然後越晚出門你就會練得要跑，所以我走路都很快。你覺得我走路很快嗎？是嗎？那我慢一點。在一個自己掌握步調的慢城市裡，快是一種別樣的風景。澳門拼命小姐滿滿一天的工作又開始了。我自己的習慣是把所有工作安排在一天，譬如說我拿了幾個 order，然後就一天化一個妝，全部一天拍完。譬如說一天趕3場，那我就可以一個妝化好一個妝趕3場。對，說白了就是他懶。這是效率，對吧？澳門人都很有效率的。因為距離近，一天轉3場的工作很快完成。在澳門，人心也和空間距離一樣近，朋友就在身邊，快樂來得很簡單。頂你啦！面馬姐對，面馬姐說什麼都對。來，幫我拍照，快點！哇，你們現在擁有全澳門了。但是我也想去試一下大城市的感覺，就是上海啊、北京這一些，可能每一天都更豐富吧。我一直叫你去上海的啊，真的沒有勇氣。為什麼沒有勇氣？就是很多不確定的事情會想東想西啊。他是那種 planning 的人，踏實啊，對，他是那種他是冒險的女生，冒險的女生。誘人的社會福利讓澳門人更願意留下，待在自己的舒適圈。就連 Amber 的媽媽也一輩子沒有走出過她生活的筷子基。可是我也是冒險完了，我才回澳門的。哦，冒險完了。對啊。失敗了。失敗了。也沒有說失敗，是學習。哦。我不會覺得是失敗啊。那我起碼我去了，我是成功的啊，是嗎？對。我對比沒有去的是成功的啊。沒有後悔。沒有後悔啊，我就從中學到非常多東西。我現在還是會回大陸啊。大城市應該很不一樣吧？很不一樣，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你得試了，你才知道自己合不合適，跟喜不喜歡。跟你沒有去，然後你覺得自己怎麼樣？但是我這個人也是很難跳出那個 comfort zone 的。對。怎麼辦？沒有這個勇氣。就
推自己一把，就那么一次啊。可能你去，你又不用在北京语言大学做交换生时，Amber 看到北京之大，于是选择成为澳门少有的爱闯的人。可能你喜欢，你就会喜欢在那边啊。你还年轻，我觉得对啊，你都大我2岁，你不年轻吗？也是啦。对啊，所以你要计划去吗？等你带我去咯。可以啊，就一起去啊。你现在那边红了吗？没有啊。还没红啊？你问什么屁问题？那我等别人带我去好吧。小城市的好处是，想见你，肯定会马上见到你。好朋友薛凯琪特意来找何超莲玩，我想看他的反应。现在时间上去最顶了。本以为是来逛吃，万万没想到第一站是去澳门塔玩心跳。欢迎位于澳门旅游塔。薛凯琪很早就跟何大胆约定好，除了演戏需要，她不跳伞不蹦极，除非是和未来老公，这一跳算是定情。何超莲选了難度低的高空行走，讓薛凱琪做決定。望下，可唔可以喺個綠色嗰度望下？如果你都要填一張方，一出去離開呢個門口就要填一個 A4 方。哦，係咪生死狀？係啊係啊。超烈，佢話去到綠色嗰度已經填生死狀。再見啦。很坚持他非常坚持。我就是不出去，你自己去。好姐，有2个很怂，超怂，不要一直拎着那个绳子。OK， 咁我哋出發。加油啊！如果你覺得，冇錯啦，你掹條繩嘛，或者我哋過嚟呢度影張相先好嘛？好啲。嗱 ，OK， 踏到左腳過先。跟住左腳。OK。好扯，呢度比較緊啲。真係沒辦法。係啊，我講嘢啊。驚我啊？驚唔驚啊？唔驚，唔驚。講大話。驚唔驚？你看他表情，你看他表情。我話你喺入邊仲驚過我啊！我哋呢度影翻張好嘛？面向珠海嗰邊。OK， 個人慢慢向出邊行。OK。哎呀！擺個 pose， 跟住靚相先。OK。OK。超玲，你過嚟呢度，我哋可以手碰手啊。放鬆，放鬆，OK， 放鬆，係啦，放鬆個人，係啦 ，OK， 隻腳伸直腳，係啦，你跳過奔馳咩？我喺黑名單啊，你唔知咩？黑名單？我爹哋擺㗎。哦。我哋唔跳得啊。而家得㗎。而家得啦。係啦，而家得啦。不過我又覺得尊重下佢算啦咁。係咩？我哋呢度 Mario 跳過啊嘛，我知。係啊。Mario 同我講，佢話我哋而家唔係黑名單啦，我哋而家放翻出嚟啦。Moons 都跳過喎，前2日嚟跳咗喎。咪就所以咯。哦，係啊。我哋細個啱啱開嘅時候喺黑名單。哦，因為佢唔想我哋跳，佢驚我哋危險。OK。跟住後尾咧就唔知幾時開放翻。係咩？咁我哋就可以跳啦。哦。所以 Mario 成日嚟跳。哦。跟住佢就叫我都跳，咁我就話咁好似有啲衰喎，阿爸話唔好跳喎，咁我就冇跳。就前2日佢嚟跳咗。OK， 我哋上先。你回來啦！我回來啦！我終於知道我剛才想什麼。不是，我跟你說，剛剛你們錄的那個畫面應該是外面的人很輕鬆，裡面的人很緊張。對，然後我突然之間覺得咧，好似你媽咪啊！唔好再受我牽動咗啦，快啲翻嚟，跟住又拍住你咧。哎呀，好笑。OK， 我哋呢邊先。哇，怎麼這麼美？真的好看，好美啊！太漂亮了！哇哦！可不是嘛！这太无聊。我们自己想一个抖音。铁打的瑰丽情就是，我再担心你，也要为你记录冒险的过程。
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在澳门玩过，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期待。好食。设计师的思维不是按大賽車嘅看台嚟嘅。画里是平行时空的澳门，歌里是成長的經典記憶。設計服裝用澳門的地區概念劃分，個人品牌工人球場的位置是現在的新葡京。澳門嘅南邊咧，即係南環啊、西環啊嗰邊咧，即係歐陸色彩重少少。咁就有保留啲葡國嘅文化咧，都喺嗰邊幾多嘅。澳門嘅北區咧就係黑沙環啊、青洲啊、台山，咁我哋就將佢嘅一個統稱，即係黑青台。譬如行時裝表演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問，特別喺有中國人嘅地方都會問，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嚟㗎？係咪一啲幫會幫派咁嘅意思？其實我唔係嘅，代表咗個區域。好多呢一種古仔隱藏喺裏邊咯，即係將一啲澳門嘅元素，用一啲另外一種手法去演繹佢。呢個我樂隊嘅專輯嚟嘅，呢幅相咧就係喺黑沙海灘度影嘅，都9年前啦，都變化好大，體重都變化好大。當時我短頭髮。達哥總說，年紀越大，越想留下一些值得回憶的東西。他用一顆求知心延續並創造着澳門記憶。18歲啦，今年已經18歲。從工作室下一層樓，就好像穿越到了平行時空的另一個世界。這是澳門唯一的 Live House LMA。Dixon 從達哥手中接軌 LMA 已經2年，雖然是現任掌門人，在音樂前輩面前 ，Dixon 還是得叫達哥一聲老大。有年輕血液加入。達哥不擔心 LMA 會跟着自己變老。最近他們在策劃一場融合演出，吸收各個地區和風格的音樂。藉住呢個機會就做多啲本地嘅嘢啦。其實本地都好多題材可以發掘嘅。散會前，達哥還是不忘強調本土元素的重要性。個社會個城市發展得越嚟越快。就等同於有好多嘢好快咁樣消失。第一個希望想自己將一啲有感覺嘅嘢，用我自己演繹方式保留落嚟啦，留翻呢啲都係一啲回憶、一啲經歷啦嚇。咁所以我都係刻意做呢樣。即係你哋可能有自己啲 idea 都隨時可以同我講。係。真係㗎，隨時同我哋講話，其實你哋可以咁樣喎，你哋可以咁樣。係，完全正啊！我覺得呢度好，就咁。辛苦大家。辛苦晒 ，thank you，感謝 ，thank you，Good Friday，Good Friday，Good Friday。又開始準備過年呢一波嘅嘢㗎啦嚇。而家唔同以前啊，以前我做到要開夜工嘅年紀啊，而家點解啲高樓大廈俾點啊嘛，所以唔同㗎啦。真係做109年。爆竹、神香、火柴是澳門昔日的3大傳統手工業，如今只剩下神香店尚存。這家老店也許過不久就要永久關門。當面臨老店離去，陳顯耀害怕失去的不僅是一種文化記錄，一位拍攝對象，更是20年建立的情感連結，無言的默契。我說這一台麻將打了10年了，這個是10年前的。還是那4個人？對，這張照片我沒有約定的，我就找到剛剛好10年那一天，那個時候我去拍的，都是這個人，啊，也是脫衣服在打麻將，但是地方就不同了，他這個店鋪又搬過一次了，這個也是10年，前後10年，這兩夫婦10年前，整個店裡面的格局已經變了，他賣的貨也不同了。影像這個東西其實是很特別的，很奇怪的。有時候你在拍那個時刻，你覺得這影像還是很普通的，但是經過歲月的洗禮，它這畫面就會變了。有時候特別是澳門這個這麼高速發展的一個社會，有時候變到連我們也想象不到的。
你好像就这个画面这样，以前是海来的，10多年前是海来的，你看过去是一片是海，就是这2条桥的，但是你现在一看，就马上整个空间就不同了，变化得很厉害。这画面怎么说呢？我就不敢说它是珍贵了，我觉得是。这条视频就是我拍的了，我能整个天歌最有現場感，就是我這片段。你去邊度啊？我地走翻唔翻啊？咩事啊？水浸啊！水浸啊！喂，而家嗰個銀行做咩？而家銀行啊？你浸咗嗰個碎銀機啦！嚇？點知游水都冇喺呢個？你非常危險。嗱，這個就是啦，這個就是它了。你識唔識游水啊？因為我比較熟悉這一區的地理環境，哪裡是有什麼東西怎麼樣，我都基本是知道的。你識唔識游水㗎？因為這個水來的太突然了，我也不知道現場有這麼多人的。如果這裡再高30公分，就可能就麻煩了。那個時候，其實我問他你會不會游泳？我說如果你不會游泳的話，不要走這裡。其實我在跟他們說，因為我怕他們走出去他的店，去這個店的時候，那水更深，他們要搶救他的財物，那麼其實那個時候是危險的。我拍了20多年了，一直拍就是拍澳門。你覺得拍照的速度跟澳門變化的速度比起來，哪個更快？我覺得我到現在為止還能跟得上這個城市的變化。陳顯耀熟悉澳門，猶如熟悉自家庭院，在方寸之地種下窮之不盡的靈感。他拍攝的是時間。喂，張國榮啊，他的愛，我的愛人張國榮，到了戀愛相，所以我現在就把我戀愛的好意傳染給你。何超蓮和薛凱琪來老城探店打卡。我想問咧，細個嗰啲咧，你有冇玩過吹波嗰啲咩啊？有啊，一吹完出嚟一個波。係啦。有冇啊？我覺得他呢有冇？哇！你睇後面啲錢啊！我呢張係91年嘅，呢張冇錢啊。91年㗎，我91年出世㗎。係啊，嗰時當心啊，當明嗰嘢都有得當。乜都可以當㗎？係啊，乜嘢都可以當。咦？係。這個是我昨天的那個教練。哦。我昨天那個爬龍舟，教我爬龍舟的斯朗。哇。行走澳門老城，你會發現不少都是陳顯耀走過的路，和你已經看到過的熟悉面孔。西興路，你係買蛋撻㗎？係。啊，呢個係冇嘅。哦，係啊，hello。係啊，跟你笑收錢啊。不是他認出他來，不是因為他的臉，是因為他笑聲。才不是你的臉啊！好，謝謝。熱嘅喎。啊，是啊。它有點像個浴缸。還不錯哎。但我喜歡更甜的。這個已經很甜了。但是不夠你甜。我就知道。嗱，招牌豆腐花，你要唔要嗌個咁樣嘅全餐啊？咁咪乜都有咯。因為問下佢點嗌咯。睇下你嗰個咩？豆腐最正啦。即係你係豆腐加鵝腸，即係我可以自己嗌自己嘢。啊！得，係咪你冇發現咧？澳門人係熱情好多，即係隔離台係會喂你嗌呢個啊，點食。係。所以我喺度，尋日喺度錄我都話，澳門嘅人情味係好濃。哎，你覺得新葡京長得像什麼？花。蓮花。是。它是個蓮花，但是我覺得它長得很像一個菠蘿。就。所以你呢？你小時候什麼時候來澳門？你就常來嗎？小時候也挺長的，小時候都是爸媽帶我來，就是因為澳門很近香港嘛，所以如果爸爸如果工作很忙，就沒法去遠一點的地方旅遊，所以就選擇澳門。我們就常來澳門，然後就吃葡菜。所以小時候對我來講，澳門就是，這回憶也是有點家庭的。
对，我就是我爸会这样开会嘛，所以他开会我们玩。但是在澳門玩，小時候也不能出去。咁你哋玩啲咩？我哋係喺葡京，因為喺條街度驚危險，即係澳門細個治安唔係真係咁好咧，唔可以真係去咯。所以我細個都冇真係去。所以澳門對我嚟講就係我唔識呢啲街名啊，譬如可能去過大三巴一定去過啦，跟住你話手信街又有去過啦，但係其他啲好 specific 嘅地方我真係唔識。我嚟澳門我唔係食好多葡萄牙菜喎。你係食咩多？細啲嘅鋪頭咯，即係嗰啲澳門啲嘅牙茶餐廳啊，跟住澳門啲嘅嗰啲叫咩？澳門有個咖啡好飲嘅，係跟住葡撻啊。但我驚真係食唔到咁多。我今日係特登為咗呢個節目食嘢。我同你一樣，我頭先行博唔覺，你今朝有冇食嘅？我冇喎。我點解嘅？我係兩個機心都好重。我哋諗住今日係嚟食嘢。身為賭王的孩子，何超蓮卻像澳門的遠親，對於這座城市的認知僅限於自家產業。一天的老城行走，讓他對澳門有了新的理解。澳門人悠閒生活的標配是到路環漁村吃葡撻看海。這裡有澳門最初恬淡質樸的漁村景象。我的巷，這條巷叫美女巷，屬於我們的巷。我就差那麼一點點了，比起那個誰，差很多啊。過去，養蠔人潛水抓蠔，漁民住在水上的鐵皮屋，五顏六色的房子安靜地坐落在海灣高地。在路環過週末，不碰到熟人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又唔見你，早幾日我帶相機過嚟。啊，我們經常每天在這裡游泳聊天。陳顯耀在路環的黑沙灘游泳，這件事他也堅持了20多年。呢個黑沙場。黑沙灘幾百米開外的地方是黑沙水庫，乾貝兒和乾爹乾媽來行山。都冇地方去啦，冇地方行山啦，就行呢度啦。咖啡。路環的一天，通常以在旱季喝杯咖啡結束。以前嗰啲初初我哋嚟呢度未有咁多人㗎。周潤發嚟啊嘛，跟住寫咗個牌匾俾佢啊嘛。10年前周潤發未嚟。OK， 好啦。係咪？10幾年前啦，我已經係碼頭嗰年代啦。看見嗰啲木啊，好靚啊！不過你飲呢度係有冇情懷啫嘛。你做船啫嘛。就係睇中佢啲木。你睇佢間屋就冧咁啊，盤得佢唔會冧嘅喎。我看見點解唔冧嘅？而且佢冧都係幾難。漢記好多年咯，幾廿年嘅咯。呢個漢記咯。你同老細識唔識啊？識。你識？你又識？不過我唔想識佢啫嘛。又係澳門日常之一咯。係啊。出嚟飲咖啡吹水，吹到幾大都得，大家一齊開心下咪算咯。將杯咖啡吹到起泡巧了，碰到熟人。我啱游完水啊！游水喺邊度游啊？黑沙啦，黑沙啫，係啊。我以為你係嗰啲游咁邋遢。嚇唔係？你游海邊啊？定係游泳池啊？遊海啊嘛。遊海。慳翻15蚊啊嘛。遊海10蚊啊嘛。慳翻20蚊可以飲咖啡啦。係啊，都唔夠啦。我幾乎日日都過嚟㗎嘛。哦。日兜就過嚟㗎嘛，喺度有時同啲人吹下水咁。休閒生活。係啊。我啲費用係咁上下嘅。唔好咁講，即係好多人學唔到你呢啲㗎，好多人都想學啊，好多人都想學呢咁嘅生活㗎，學嗰個生活啊，係咪？有災無災咁嘅視為卡啊，視為遊嗰啲。有時間我就錯啦。你過嚟我工作室，可能你會有啲驚喜嘅。有幾驚喜啊？係啊。難怪被稱為澳門街，人們像街坊一樣互相認識，不是一件稀奇事。好細啫，係嘛？澳門真係好細。澳門確實很小。何超蓮和薛凱琪也來喝咖啡。我識自己沖啦，而家你上次 send 咗個配方俾阿師啦。係啊。太多了，小姐。刷牙。旱季的老闆以前是造船工人，即使漁業衰落不能再造船，他還是每天例行去檢查一下船廠的情況。即係今日真係開心。老闆，就話平時你好惡嘅喎。我
有次次啦。呢個好耐啊！我以前係做船工人㗎嘛。之前就喺呢度做船。係啊。呢度一立都係船廠嚟㗎。即係荔枝碗以前澳門就全部都漁民嚟㗎，漁房啊，澳門就出晒名係嘛？咁啊好多漁船，咁啊整下船啊，做下新嘅維修啊咁樣。但其實雖然佢係咁樣，但係好靚。係我都覺。好似好破爛嘅。係咯。荔枝湾有天然港湾，渔业和造船业曾经是澳门的支柱产业。如今的荔枝湾已经衰落，但依然有人坚守在这里。你嗰時點樣會細個諗住做船嘅？點樣揀呢個行業？咁其實都唔係揀嘅啫，其實當年個社會係冇嘢做。冇嘢做。嗰時你冇嘢做咧，哎呀，船廠我哋收學徒啊，咁你學一門技術啊，防下身啊，咁啊將來都有換技術啦，咁樣啊。你做船老闆係啦。係你做㗎係咪嗰個？係啊，嗰啲係要好高級嘅，好有耐性先係做到出嚟㗎。我而家我都叫咗師傅同我做一隻擠咗屋企度擺設喺度啊，即係咁啦。好靚，好靚。很厲害，哦，裡面還是有真的那些東西的，好靚啊！想拍張相。我影咗隨便影。唔該。啲鹹擺全部喐得嘅呢啲嘢。呢啲漁民揾唔到食啊！呢啲漁民啊，即係賺唔到錢啦，咁好多啲賣一隻船都上岸做。佢哋冇得做，我哋冇得做，咁解啊？我個講興趣嘅啫，呢啲我做出嚟俾人了解下我哋做船嘅。嗰啲文化嗰啲咁嘅嘢啫，嗰啲歷史啊嗰啲咁嘅嘢，做咗幾廿年嘅嘢啊，都有啲感情喺度啦。構造個模式啊，咁都係跟我哋大船個方式去做，一樣係咁嘅模式，佢縮細咁解。渔业衰退后，博彩业成了渔民的救生圈，不少人上岸做了荷官。谭叔不想丢下这门手，会照常来船厂坐船。每天10点准时开工，不急不慢的，3个月能做好一艘小船。几个月后，何超莲给谭叔打来电话，他想定做一艘船。烂鬼楼附近曾经是澳门的10里洋场，繁极一时，开埠数百年。葡萄牙人在老城区建教堂、修马路、筑炮台，中西文化的交汇延续到今天。古老的街道也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，古董店隔壁就是咖啡馆，新的和老的恰到好处的共存。關前後街，澳門啲街名好得意㗎，有啲街名好好笑啊！澳門的地名很有趣，比如美女巷、肥胖圍，每條街還有個葡語外號，比如亞美打利秘魯大馬路。拗口的我讀了好幾遍才成功。達哥從小在這附近長大，有空就回來轉轉。我爺就住呢等，阿鄭忠啊就住呢度，佢都係呢度過身。嗰日年初8，入邊嗰間係啊，小鄭。係啊。喺邊度翻嚟啊？我澳門嘅。你澳門嘅咩？係啊，澳門嘅，一直都澳門，但係就周圍走，一直都澳門。第3代都去啊，出邊㗎。哇！我都50幾啦，我個女都50幾啦。係嘛？好啦，再見啊！翻嚟望一望啫嚇，拜拜。前幾天老爸被忽視了，今天達哥把回家看老爸提上了日程。喂，老豆，打攪下。我媽媽準備演出化妝。父母要去街坊總會演出，達哥主動要求做聽眾。一陣過去拍咪？係啊，自然過去拍佢啦。我細個，我細細，我爸爸年輕嘅時候運動員嚟嘅，有一個佢係。對，你說騎自行車的嘛？係啊，澳門代表隊。我冇乜呢方面嘅天分。話揾翻咗媽咪嗰張婚紗相嘅啫，一流啦。嗰時候梗係啦，10零、20零、20鬆歲。你啊，去新會踩單車嗰度啊，係咪我嚟㗎呢個？呢個我嚟嘅。呢個
1997年啊，我記得應該係97年。喂，嗰時你都幾後生嘅喎。嚇，咪52咯。好似我差唔多嘅啫喎，即係嗰時係。係咯，我即係嗰時同我差唔多嘅啫喎。大家伙啦，我看見人生嘅短暫啦，而家。耐啦。哇，都似兩兄弟㗎。不過我影咗少少出嚟。呢幅要睇呢幅，呢幅要睇呢個車 M1959，我爸爸以前嘅車。如果呢個車仲喺度咧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呢個車喺度。一提到車，达哥的老花眼又閃閃放光了。哇，呢個車喺度不得了，拿這個車回來都是強幫我去找地方，然後去，都是所以揾車嘅嘢咧。幾十年都揾阿強幫手嘅。今日唱咩歌啊？今日唱一首係驟雨的陽光啊！驟雨中的陽，驟雨中明日半倚山。係，我啱啱學，唔知記唔記得歌詞啊？係。即使有時驟雨下，可曾退避？哇！你都記得歌詞，我都未記得啊！其實你不需暗示。我記得呢首歌，我好中意聽呢首歌。係，我都好中意。追風家族，寶刀未老，老爸也是愛車之人。酷飒的遺傳基因是成就達哥的幕後推手。很鬆的開車，比我還鬆啊，很快了。47歲，我爸爸。老爸喜歡在文娛中心唱金曲，達哥喜歡在 LMA 唱搖滾樂。但難得的是，他們喜歡相互捧場。好似1997年，我同我爸爸去踩單車嗰張相，嗰時佢52歲，其實就係我而家呢個年紀。但係我嗰時後生時就覺得佢好老嘅，但其實我都已經老啦。老爸的 beat 很動感，達哥是全場唯一的抖腿擔當。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情懷，它伴着親情延長，以另一種方式存續。就像小時候爸爸磁帶裡放的《貓王》《披頭士》，也成了影響達哥一生的記憶。吃早茶是澳門人的習慣，一壺茶，幾籠廣式點心。老人家帶份報紙聊聊國家大事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嘮嘮家常，一個上午就慢悠悠地過去。一歲喺呢度有影，擺個走過喺嗰度呢。20多年前，筷子基只有美居這一家9人 ，Amber 吃了20多年。今天的家庭聚餐，還是逃不過離家最近這個理由。你唔係試咗好多間餐廳咩？哦。你最中意邊間啊？唔記得咯，食到咁多。我感覺我帶他去的他都忘了。覺得好睇嘛，用呢張。你覺得我好睇啊？似你啊？係我以前咯，我而家老嘛又肥，你所以你後生嗰時候都靚過咩？我冇講，係你自己講。就是全國的媽媽都希望小孩當公務員，就是因為就有保證啊，福利好啊，然後好像就是鐵飯碗的感覺。他就是一直希望我是這樣的。我好似覺得喺澳門街見到嗰啲警察咧，我係一種好羨慕人哋做警察嗰啲。賭場給1/3的澳門人提供了就業機會。媽媽做荷官的工作，經常日夜顛倒。他和其他中國家長一樣，希望兒女做公務員，過安穩的生活。即係嗰個心理都係即係覺得警察係好啲。咁你依家仲想唔想我做政府工啊？咁你都唔想考咯，點再講嘛冇用啊！你都唔去做，以前就想你去考做警察，咁而家你都話唔想去做，咁你都唔好去考咯。考就冇去考咯，繼續做你想做嘢咯。繼續咩？你想做嘢啊！你成句講一次。你講一次。我講咗講。唔係啊！你成句講一次，我係真係想聽多次啊！
你講先。我講咩？你啱啱講咩？你話繼續咩？繼續你想做乜你咪去做乜嘢咯。很多子女都希望亲耳听到父母对自己的肯定，这就是他们追求理想的最大勇气。就对啊，妈妈对我的教导就是要安全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就听到，我觉得很无聊、很闷。我觉得人生不是这样的。后来兜兜转转的一个圈，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内心最想要的就是，像妈妈所说的一样，就是我发现我有个念头，就是我好像就想回来澳门过那种简单的日子。突然想过这个生活的时候，就跟我小时候想的自己不一样了。Amber 以前想看更大的世界，选择出去闯荡，在外面急于成长。回澳门后慢下来，他才发觉，真正想要的东西已经拥有了。最疗愈的地方还是家。好，首先介紹下呢度先。呢個地方咧係一個 sharing economics 嘅一個空間嚟嘅。咁其實之前咧，我哋 share 上面住宿，下邊呢個咧就係一個佢哋嚟唔使俾錢，我哋希望同佢哋換啲故事啦。1930梦想角是一个位于大三巴附近的分享空间。今天，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的人聚在一起，带上想要分享的物件，聆听彼此的澳门故事。何超蓮和薛凱琪也拿着食物來參加分享會。呢個牛扒都好食。我攞啲碟試下嚇。係咁樣宣傳自己個牛扒。我有很多家人在這邊，應該說我們家有很多人。我爸爸那邊有13個兄弟姐妹，我媽媽那邊11個，然後很多我媽媽的那邊的人都是在澳門的，所以就是如果想見他們的話，就是過來這邊。佢哋揀澳門都係因為澳門比較放鬆，比較 relax 少少。我哋覺得澳門人係比較即係有人情味。熱情嘅。咩 hea 啊？咪都熱情。你向都話有人情味。誒係啊，咁咪好熱情啊！有時啊，喺架車度話我想去咩地方唔識行過，好多人話你聽點樣去法。嗱，俾兩本書仔你哋，有啲歌我都唔識啊！呢啲應該係哇80年代90年代翻印嘅本書早就爛晒啦。哦，翻印嘅。係啊，最早。呢個係邊個？知道係。汪明荃咯，周潤發咯。隔離嗰個咧？隔離我唔識啊。隔離嗰個真係。我唔係好記得啦。Wesley 嘅媽咪。邊咩？係咩？呢個係真係㗎？邊個嚟㗎 ？Oh my god！唔係嘛？真嘅咩？等我影俾你睇先。係邊個？我個 friend 個媽係嘛？係啊，係佢媽。Oh wow！邊個嚟㗎？喂，我個 friend 個寫佢媽叫咩名？考起我。Wesley 阿媽死啦！我而家我好衰咁問一問你阿媽叫咩名？你影本書俾佢睇。我影咗俾佢睇啦，就係我話係咪你阿媽？影成本書。這個竟然是我朋友的媽媽，我們兩個的共同朋友的媽媽。我記得啦，趙雅芝。啊，係啊！嗰時咪趙雅芝。哦哇！好靚女㗎，蔡老師買啲雪糕啊。啊，禮記嗰啲？唔係，應該唔係。仲老牌子嘅禮記。咁犀利！以前細個時咧，咁推車仔嘅雪糕嗰叫黃油嘅，咁後尾咧原來佢再冇開檔，將佢個配方同將佢嗰啲架撐咧就賣咗俾紅興椰子號。哦，哇！你想食嘅椰子雪糕啊？係啦。我想食椰子雪糕，有所以人哋有啊。椰子雪糕有啊，而家。有啊。係啊，有啊，所以我頭先買咗嚟之後咧，就走咗出去10月初。我咪聽人哋講嘢，你講咗10月初啦。我淨係聽到雪糕，我聽唔到椰。我同佢講話聽唔到椰子雪糕。我跟他說，我說有椰子雪糕，他說對呀，我就是想吃。我說人家有啊。呢度咧，澳門有一間食藥膳嘅雞米線同芋頭米線咧，你知唔識啊？佢執咗粒。你嗰間叫咩名啊？叫做我而家問翻先，哇，好腍啊！呢間米線啊，係咪執咗粒啊？新橋嗰個轉咗地方喎。仲有喺度啊？係啊，先能咦，再有冇執我又唔知嚇。轉咗？總之佢轉咗去邊度啊？要了解下。俾我睇下得唔得？你可唔可以了解下？喺 Facebook 求救。因為佢直情好食到，我覺得我係想。我同你講，我揾到你係咪會喊出嚟？好食咁樣你一啖。有啊，靚女。喂，佢真係可以落單喎，大佬。
他是这样，他是从昨天开始，他到了就跟我说，我带你去吃一个米线，那个米线真的很好吃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在飞机一落地，我就说我一定要带你去那个米线。对，他就立马说我到了，然后我一定要带你去吃那个米线。然后讲完之后就是跟我说要订午餐嘛，结果今天早上见到我那个米线已经没了，然后好伤心啊！因为他是人到了店，然后在店那边找不到。对，我在马路跑了好几回，看看那个门口到底在哪儿，发现不见了。失而复得的感觉如何？是非常好，好满足。1930梦想角，就像澳门这座淳朴小城的缩影。聊天像在和街坊邻里唠家常，人心很近，也很容易获得快乐。你見到牆上面咧，其實咧每一個橫梁上面，你見到咧寫咗好多唔同文字，但係所有啲文字咧唔同嘅方式，全部都係寫同一個意思，就係快樂。我就會問每一個嚟到嘅人，其實對於你嚟講，乜嘢係快樂咧？我好簡單，因為我唔係要求好多嘅一個人。其實我想食到耶穌糕我就好快樂。我今日即係嚟澳門做嘢，跟住可以同自己嘅閨蜜一齊，我又覺得好快樂。我好容易就覺得好快樂。即係我覺得人如果你將你自己嘅 expectation 去到好高，你好難快樂嘅話，你其實好辛苦做人。即係如果你係啦，如果你本身個人係容易滿足嘅話，你好多嘢都可以令到你滿足，好多嘢都可以令到你快樂。我諗尤其是喺呢5年，快樂呢2個字對我嚟講，同5年前或者10年前好不一樣。10年前係複雜啲嘅，而家快樂我覺得其實快樂係你自己控制嘅，所以其實快樂唔係等於任何嘢。即係我覺得快樂係等於你自己嘅思維，你想要其實任何人、任何時候便可以有。Fifi 都係，我覺得係經歷咗好多年先至會今日咁樣。佢以前都曾經有段時間好唔開心。人生都係經歷，但係嗰個係最難走開一個。係咯，叻女。所以你哋喺嗰個時期做好朋友。我唔係啊，我哋係之後先識嘅，但係我哋有講過出嚟，咁先我知。真係幾好嘅。就没有听过跟陌生人聊天，但是这个感受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聊了好多个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吗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，我也是最喜欢嘉宾。对，我觉得他突然讲了一句让我有一点突然鸡皮疙瘩。他是一边走的讲的，他说小时候他就没选择，因为没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嘛，就想要就是学坐船，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说，我就是这么做了，就做到比如说50岁，他说我就这么没有离开过这里，然后我觉得他所谓的这里不仅仅是澳门，而是说他住的那个地方，就从工作呀、赚钱呀、生活呀、成长，就在那片小地那里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突然就很感动。对，突然除了很感动，就有很多的感觉。就是有的人他可能，比如说像你像我们到处走，到处跑。到处就是学习啊，读书也好，但是有的人从学习到就是可能他上天堂或者是生孩子，都是在一片地或者是一片地的里面的一个角落，这样就一辈子，但也没有过得不好。他如果今天我们去访问他，他还是有很多的故事，可以跟我们讲。因为那个模型就是那个师傅他做完之后，他还。我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拍到，他展示了给我看，他每一个零件都是可以动的，所以这个船是真的，就是如果他按它的比例1比1再放大的话，它是会真的可以在船上行走的。然后它是按照完完全全这样子去做成一个模型，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工艺嘛，就是因为他们学的这一门就是手艺，然后他把它做成这么精致的一个小船，所以这个小船是真的可以就是开船出去的，很厉害。热情，所有的澳门人都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很有温度，很暖。来到澳门就能感觉到很暖，而且就是淳朴，澳门人很淳朴，
很多澳门的本地人，他们没有想法是要离开澳门的，他们就想要留在澳门这地方，不管他的发展如何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就是喜欢这地方，他就是有一份感情在，就是他们企图心没有那么的强。我觉得他们比较还是喜欢自己在澳门慢慢的这种生活状态，而且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也真的就比较小嘛，所以就是你看到的人基本上都认识的，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。就是我觉得，如果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复杂，或者是在路上也很复杂的话，那他们可能就是也不会这么的就是很热情的跟你沟通，而且就是很多事情都愿意去帮你做，而且不愿意离开这地方。他们就是很淳朴，所以在我眼中，很多澳门人都是比较早睡的，而且晚上基本上不出来的。就是真的有很多酒店，就是灯光会很好看，在那个南湾旁边那边走的话，就是会看到很好看的夜景。但就是很安静，就是让你整个人很平静的感觉，我觉得。有一对夫妇在卖米嘛，然后这米对于你和我来讲，我们就去超市，然后一包一包的买嘛。然后他们是有一个大的桶，然后米豆就是都已经打开了，那所以我才问他说，这些米就是跟一包一包的有什么区别？然后他就形容跟我说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混的买，就是你可以买，什么一半比较干的，一半比较湿的，就是你想要怎么混，就是类似于 cocktail 的酒，鸡尾酒，我们就可以怎么给你这样子。他们有他们的坚持吧，因为当很多人都还是在吃一包一包的米，他还是坚持着这个有特色的方式。去卖米，然后还跟我说，因为现在如果只光卖米，可能就是也没法养家了，所以我们从就是这个米铺只会卖米，变成说我们现在就会还会卖一些调料呀、糖果呀、面呀，去吸引多一点的客户来。然后这个让我想起，以前香港，有很多很多的 CD 的店铺，然后喜欢音乐的人就是每天会去听，然后我们还会听我们想要买哪一张 CD， 然后就去买，然后每次去买的时候都很兴奋。但是呢，就是 CD 慢慢的没法做之后，让我觉得感人的是说，有一些店铺还不想倒闭，或者是不想要改变，因为觉得这个 CD 是很特别的，是有它的存在的一个价值的，他们就开始 CD 一半 CD 一半就是咖啡厅，然后再不行就是变了，也会卖一些耳机，然后再不行，他连就是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的，可能比如说护手霜啊、玩具啊、杯子啊、碟啊、盘子啊都会卖，然后这个是让我感动的，因为人就是你不能放弃啊。那2天让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是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澳门的人挺正能量的，世界在改变了，然后他们的生活也可能有他们的难处，但是呢，你看见每个人，他们还是第一笑哈哈的，嘻哈哈的，第二呢，他做出的改变，他也是盼望着未来会更好。也没有，就是人最重要就是有希望，但是怎么样可以有希望？就是说，你首先得要行动，二是说，你也要相信。他们就是完全一点负能量都没有，就是一点投诉的情绪在里头都没有。那这一点可能就是整体，除了吃，就是整体让我就是最感动的。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对澳门的印象就没什么好吃的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而且又危险。就小时候保镖是不能离开的，在澳门就是一定要围在附近的。然后慢慢的好像就是整治了一些，就是现在已经比较少这些不好的事情了，而且街道也比较干净了。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大的酒店啊，然后可能很多很大的一些娱乐，就是有一些 amusement park， 然后什么摩天轮各种的，
就是让我觉得澳门这个地方就是越来越进步了，也可以玩，也可以购物，也可以就是去看一些小店什么。澳门很多店几十年它在这，它现在还在，很多店都是，而且都是同一个老板的感觉，所以挺好的。就是有一些很旧的一些小地方，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去玩。我觉得是比他那个时候更进步。就从新葡京开始吧，新葡京开始，后面越来越多更新的东西。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新豪也是。我知道，我们有一个是我没有跟你讲过的，是豆豆说形容我们两个相处是怎么样。就是我们有一堆朋友嘛，平常他说你跟菲菲两个人是怎么样呢？通常就是突然一下子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在做那个事情。突然，其中一个人会起哄说：“哎，我们要不要干那个事情？”然后没有人附和的时候，要不就是你，要不就是我，就会说：“好呀！”然后就莫名其妙，全部人被带动一起去做那个事情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两个就是莫名其妙的起头人，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。我说了一声，他说好啊，去啊，然后全部人去了，或者是他说了一声，说好啊，会很异想天开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是真的觉得好啊，做啊，这样的。就可能我们俩。就是性格比较开朗，就是喜欢就是好动，怎么讲？好动的东西。可能大家一整天下来都已经很累，来这吃饭，吃完饭就说要走了，回家了，各自走了。然后可能我就会去跳伞，也没有到跳伞。对，比如说，那就比如说嘛，就是说哇，我要去跳伞吧，然后他就会说好啊，然后就一起去。然后如果其他人不去，我们就会去吧，然后不好去的，就可能嫌我们俩吵着结果所有人都累着饱着去跳伞了。比如说，对，那不是跳伞。你刚刚说过，你绝不敢跳。对，除非他说他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让他跳的，如果是为了一个很好的电影的很好的剧本，他可以考虑。对，或者是很好的原因，我跳完了之后可能会帮到我的家人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原因，那也是为了爱情。你死定了，你有未婚夫，我一定逼你跟他跳伞，你死定了。那我肯定也选一个恐高的老公。我喜欢他的智慧。智慧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智慧这个夸真的夸的。我跟你说，智慧是包含什么？不是个聪明的人而已，智慧是包含着，比如说有智慧的人，他会懂得，比如说孝顺，他会懂得快乐，他会懂得就是情商高，会照顾身边的人。所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很老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因为我比他大嘛，他还是比较年轻，也不是小朋友，反正不是个老年人。但他的这一刻的智慧，我觉得是很高的。然后比如说，如果我未来，比如说我永远说我要选老公的话，第一他要懂得快乐，懂得搞笑。不是真的要搞笑，他要懂得幽默感，因为幽默也是一种智慧，对，所以我会心想跟有智慧的人，聪明的人跟我一起玩的这样子，我也是类似，我觉得他是情商很高的，就是他在很多时候是很多环境下面，可能他会就是告诉我或者告诉我们一群朋友，他也都会就是担当那一个。就是他很理智，在很多时候有事情发生或怎么样的时候，他就是会很理性的去分析，然后就会告诉大家说，我感觉好像这样子做会比较好。然后他想出来的方法通常都是对所有人都会很好的一个做法，就是真的就是很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感受，而且做出来就是会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办法。这样，他就经常担当这个角色，就是在一群朋友里面，对，又漂亮又可爱，然后他也很 nice， 就是也很容易接触。我会特别支持扶持而心想，就是喜欢工作的女生。他有一天跟我说，他想要就是开牛肉面呀，然后他又解释一番，就是为什么，然后他想要靠自己呀，跟我的三观有一点一样，就是说，就算我可以靠别人，我也不靠。
就算我可以靠家庭，我也想要靠自己。然后，因为当你能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而他也是这么想的，他对所有人都很好。比如说，我会带我那些助理们啊、朋友啊，他都会就是当我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，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这样子。就是疯，就觉得他大大咧咧的，然后就是有点因为我以前就知道他就是荧幕上面的他嘛，然后真的认识他，我觉得他很好、很直爽的一个人。而且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基本上都是狮子座，就像他邓紫棋，我跟狮子座特别合得来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也玩得挺好，后来就是也一起去旅行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挺熟的。他就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，就非常有义气。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曾经跟他一起去旅游，去台北玩，然后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去旅游嘛，那肯定晚上会约朋友喝酒啊什么的。他就是那种一看到你有一点醉意，他就开始来，不要喝了，我来，然后就是会帮你挡掉所有事情，然后还就是我们俩是住一间的，就是住一间酒店的，然后他就会一定要把你安排就是到房间了，然后他才觉得你安全了，那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什么的，就很像一个很贴心，然后很给力的大姐姐这样。因为我妈妈是个护士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妈特别的棒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小时候都会很崇拜自己的父母亲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那既然我妈妈是当护士的，那我也要当护士。然后后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又改了，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，我也要当一个很成功的家庭主妇。就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对。但是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。现在的话就肯定是以我爸为目标嘛，希望自己做的事业能成功。我觉得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我爸爸的那个年代跟我们这个年代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的成功跟我现在定义的成功是不一样。就是对我来说，我以他为目标，就是我觉得他的做人态度，然后他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我做到跟他一样的这种态度，我觉得慢慢的朝着我自己的方向去就好了。对，就想要当画家呀，或者是导演。因为就是从小什么都不喜欢，除了做艺术品，就用手工做艺术品，就只喜欢这个。对，也喜欢唱歌了，但没有一个小朋友喜欢唱歌，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就是当艺人这样子，也喜欢演戏，但也没有想过这个喜好可以变成一个工作。但也是因为真是变成了一个艺人，让我更加的觉得我每天都在鼓励我的粉丝们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最不可能的事就是说，你相信不可能，那就是不可能。我小时候我很爱演戏，但因为我真的压根一点都没有想过可以当演员。但我喜欢演戏还有唱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我一天可以看4部，一个人在家看文艺片，看4部，然后觉得说很有趣，然后我会就是看完了之后自己想一段戏，有关于这个戏的，可能改一下台词，现编的，然后我就会进厕所。这时候很小，可能十几岁吧，然后我就会看着镜子，就觉得有趣，然后去演，给我父母看见就觉得我是疯子了，就是很记得这一幕，就是会把我自己锁在厕所里头这样子，然后对着镜子去演，还带情绪带眼泪，然后演完了就觉得好好玩呀。